在中国与尼泊尔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的高原之上，生活着一群被称作达曼人的流浪者。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没有国籍，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园，如同浮萍一般随波逐流。关于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他们是尼泊尔的骑兵，是藏民口中的铁匠，是迷失在深山丛林中的清朝军队，至今也没有确凿的定论。他们拥有祖辈传下的打铁绝技，拥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他们信奉佛教，却坚持血祭。这些谜一般的传统习俗，让他们显得另类而充满神秘色彩。现在，就让我们越过喜马拉雅之巅，在世界屋脊之上，探寻达曼人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从西藏日喀则向西南方向走，抵达吉隆县与尼泊尔接壤的吉隆镇，很容易就能找到达曼人的聚居地冲堆村。如今这个小村落被当地人叫做达曼村，是达曼人2003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之后，由政府专门拨款建设的。实际上，从清朝乾隆年间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族群一直漂泊在中国和尼泊尔的交界地区。他们的生活极度贫困，特别是清朝时期和奴仆差不多，住的是自己用石块、木头和茅草搭建的简易窝棚，经常忍饥挨饿，吃不上饭，靠给别人出苦力勉强度日。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西藏得到解放，中国和尼泊尔划定了边界线，但达曼人并非是中国人，尼泊尔政府也不愿接收他们，所以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成了游荡在边境附近的幽灵民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国籍的人是无法享受到本国的公民待遇的。达曼人就是这样，夹在中尼边境之间，却没有一寸土地是真正属于他们的，没有自己的祖国，没有归属感，更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对于当地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生活的吉隆沟地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农业。达曼人就算是自己开荒种地，也随时都面临着被收回或侵占的命运，无法得到法律或政策的保障。所以达曼人想要靠农耕来维持生活，显然不现实。即便耕种一些没人要的贫瘠土地，收的粮食根本不足以为生，只能靠狩猎、采集以及为当地人做工来生存。据当地的达曼人介绍，那时候给别人干上一天的活，往往也就是换来一顿饱饭，给钱的情况很少。无论是多脏多累的活，达曼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尽全力去干好。生存状况如此，教育方面更是无从谈起。达曼人的子女由于没有国籍，无法到当地的公立学校上学，连最基础的识字教育都难以实现。当时的达曼人几乎都是文盲，即便偶尔能接触到一些学习知识的机会，也不过是在村里听别人简单讲一讲，根本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师和教材。对于达曼人的孩子来说，上学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奢侈梦想。最让达曼人感到恐惧的还是疾病的侵袭。高原地区的医疗条件本来就比较落后，达曼人又无法得到国家所提供的医疗保障，再加上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一旦生病，只能靠最原始的草药或土法来自行医治，往往会因为救治不及时而延误病情，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妇女儿童以及老人来说，即便一些轻微的疾病也可能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妇女生产时几乎就是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儿童一旦高烧，一个不小心就会夭折，老人更是经不起疾病的折磨，只能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其他的生活条件同样不容乐观。就拿最基本的饮水来说，达曼人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水源地才能取水，这些水没有任何卫生保障，直接饮用难免会出现健康问题。到了秋冬季节，御寒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他们的住所难以抵御寒冷，只能依靠篝火抱团取暖。运气好的时候，达曼人还能借宿在当地人的牛羊圈里，虽然气味难闻，但总比四面透风的窝棚要好得多。吉隆附近的交通在当时也比较闭塞，达曼人难以和外界有太多的交流，他们的手工艺品以及农产品大多只能在当地流通，这就使他们的经济难以得到发展。由于达曼人漂泊在中尼边境附近，特殊的环境使他们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安全问题，
这更让他们的生活难以平稳安宁。唯一能让达曼人感到欣慰的，恐怕就是他们祖传的打铁手艺了。在藏民口中，直到现在还会用铁匠来代指达曼人，这项技艺也成为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达曼人的打铁手艺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从烧火熔铁到锻打淬火，打铁的每道流程都有严格的要求。这种标准化的操作确保了他们打出的铁制品具有非常好的品质。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达曼人的铁器成为了一个品牌，不仅吉隆附近的人前来购买，更远的地方也有人来求购。达曼人的铁器远近闻名，附近的藏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件出自达曼人之手的铁器，从斧头砍刀到锅碗瓢盆应有尽有。这在无形中也让达曼人与当地藏民之间多了一条联系的纽带，并赢得了当地人一定程度上的尊重。由于过去藏区的生活并不富裕，尽管达曼人有如此精良的打铁手艺，但大多数情况下并无法依靠打铁让自己丰衣足食。为别人打制铁器，也就是换来几顿饱饭，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是不可能的。时至今日，打铁虽已不再是达曼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但这项技艺传承了下来。2018年，吉隆县投资300万元建设了达曼村民族手工艺展示和培训基地，并从2019年开始逐步启动达曼村传统手工艺加工农民合作社，这让达曼人的打铁技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铁匠扎西顿珠告诉人们，如今达曼村的打铁工匠有25人，手里的订单几乎没有断过，基本上一个订单就能净赚1000到2000块钱，小一些的订单也能赚几百块钱。如今的这些铁器已不仅仅是实用的工具，往来的游客还会购买一些作为纪念品，他们的生意自然越来越好。村里的手工艺展示基地也成为众多游客必去的打卡地，里面展出的各类铁器记载了达曼人打铁文化的脉络，为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发增添了不少韵味。如今来到达曼村，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达曼人的长相和中国人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大部分都是蓝眼睛、深棕色的皮肤，五官棱角分明。达曼人究竟来自何方？他们又有什么独特的风俗习惯呢？说起达曼人的起源，目前最主流的说法是，达曼人来自尼泊尔，是库尔喀人的后裔。之所以流落到中国的西藏境内，还要从200多年前的清朝乾隆年间说起。1780年，六世班禅圆寂后，班禅的2个弟弟因为权力和利益的冲突，最终兵戎相见。哥哥巴呼克图击败了弟弟沙马尔巴，失败的沙马尔巴一路向南，跑到了尼泊尔境内，力邀当时这里的统治者库尔喀人出兵，双方一拍即合。1788年，3000库尔喀骑兵杀入藏南，最终与清政府达成协议，西藏每年向库尔喀人缴纳300锭银子，就此停战。但是清廷的银子并未落入库尔喀人手中，而是被官员私吞了，这让库尔喀人难以接受。1791年，他们再度侵入藏南，乾隆皇帝随即命大将福康安统帅军队进藏平乱。1792年，福康安率军攻入藏南，一路势如破竹，将库尔喀人彻底击溃，全部退回到尼泊尔境内，战事彻底平息。但在这场战争当中，据说有一支库尔喀人的骑兵不慎迷失在藏南地区的密林之中。由于不清楚外面的战争进展如何，他们害怕被清军发现，就在密林中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全靠采摘野果、打猎捕鱼为生。1年以后，这支骑兵队伍才慢慢走出密林，在如今的吉隆镇附近暂时安顿下来。他们想回尼泊尔，却被拒绝。尼泊尔的库尔喀人不清楚这群人是否是清朝策反的奸细，他们想投奔大清王朝，同样被拒绝。当时战事刚刚平息，在清朝人的眼中，这些骑兵仍是敌人。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在吉隆附近勉强生存下来，成了一群没有国籍的黑户。而达曼这个词就是藏语中骑兵的意思。此外，还有种说法是，达曼人就是尼泊尔的一支以打铁为生的部族，不知什么原因被尼泊尔驱逐，不得已流落到藏南地区。还有人说，当时福康安的部队中有一些清朝官兵与大部队失散，也融入到达曼人中，但这些说法
相对于库尔喀骑兵的说法，可信度就比较低了。如今，达曼人的民族划分是藏族，但他们的传统习俗其实和藏族有很大的差异。从宗教信仰上来说，藏民基本上都信奉佛教，而且非常虔诚，对于藏传佛教的各种宗教戒律，他们会严格遵从。达曼人也信奉佛教，但是所遵循的习俗和藏民却不一样，他们采用杀生献祭的方式，用动物血肉来供奉菩萨，特别是在达曼人传统的达晒节期间，需要宰杀牲畜，完成血祭，所以达曼人对于杀生并没有太多忌讳。许多达曼人还从事屠宰行业，这和虔诚信奉佛教的藏民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对待神佛的观念和角度上，达曼人也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并非家家户户都供奉佛像，在一些宗教节日的时候，也没有过多的宗教仪式，而是可以聚在一起喝酒玩乐，平日里也很少到当地的寺庙中朝拜。但这并不说明达曼人缺乏对神佛的信仰，相反，他们对鬼神非常敬畏。每逢藏历初一、初八、15都被认为是吉日，而每月21日则被视为不祥。在吉日或是重大节日来临时，达曼人会在家里点上酥油灯，然后带着酥油和桑枝到当地的日松贡布摩崖造像处进行转圈、叩首、礼拜等一系列仪式。特别是在他们的传统节日达晒节期间，达曼人对所有仪式的步骤和细节都非常讲究。例如，节日里所有的事情都要由男人来操办，女人就连自己吃东西也不可以，需要由男人来喂食，任何细节不能有丝毫偏差，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当然，时至今日，达曼人的一些传统习俗逐渐被年轻一代淡化，就连达晒节的一些规矩，年轻人也不再像先辈们那样熟悉，他们如今和藏民有了更多的融合，也会和藏民一起过藏族的传统节日，例如藏历新年、楚巴次西等节日。此外，达曼人在对待生死的习俗上也很有特点。一个孩子生下来后，父母要在3天后才可以为孩子取名，男孩的名字由父亲取，母亲负责给女孩取名。他们的名字很有意思，会以孩子生日对应的星期数来取名，例如星期1出生的就叫达瓦某某，星期2出生的就叫米玛某某。达曼人不会为孩子举行满月或百日宴，相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非常低调的，任何大人都不能带未满3个月的孩子外出，特别是晚上，会被认为容易招惹鬼怪。孩子在满1周岁之前是不可以喝母乳的，全靠糍粑和稀饭喂食，满1岁以后才可以由母亲哺乳。孩子成年之前都不能过生日，因此孩子的年龄只有父母知道。相对于其他民族，达曼人的孩子似乎更追求安静、平和的成长。在丧葬习俗上，达曼人和藏民一样，都采用水葬的方式，但具体的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异。藏民的水葬，其文化内涵是将人的皮囊布施给鱼，有一套非常繁琐的仪式，而且要将尸身解剖捣碎，以便鱼类可以更好的食用。达曼人的水葬过程相对简单，会根据天象确定出殡日期，然后将尸首完整的送入水中。家人会准备死者生前喜欢的食物和酒水，点燃佛灯，带着酥油和藏香，为亲人的亡灵进行超度，整个过程耗时不会太久。达曼人和藏民在当地都有约定俗成的水葬场，进行葬礼时也都有主持人。已经7旬的巴桑就是一位达曼人的水葬主持人，他擅长观察天象，达曼人的葬礼几乎都由他来主持。巴桑说，选好葬礼的日期之后，只需要将死者抬到水边进行葬礼就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运送死者的过程中，不能让尸首的头部对准天上最大的星星，否则会招来灾祸。这些规矩，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去学，能主持达曼人葬礼的人越来越少。巴桑也感到了一丝担忧。这些独特的风俗习惯也恰恰说明达曼人并非来自中国，在200多年的漂泊生活当中，达曼人一直希望能有一个明确的国籍，但对于中国来说，清朝后期战乱不止，民国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中央政权根本没有精力去处理达曼人的事务，而尼泊尔方面本就国力孱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本没有能力顾及这群人的去向。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达曼人的生存状况
才逐渐进入政府的视野。解放西藏时期，达曼人积极配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当时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达曼人的国籍问题还牵涉到民族、邻国等多种复杂因素，所以这件事只能一步步来处理。中国是世界上对国籍管理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正常情况下，想要加入中国国籍，有着严格的条件。对于达曼人这一特殊群体，政府在处理其国籍问题时，更是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2001年，中国政府派出由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达曼人的历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走访了大量达曼人以及周边的藏民，对历史遗留的各种线索进行考证，避免出现任何引发争议的问题。2003年，调查组经过2年左右的工作，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有关部门在对达曼人的入籍申请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核之后，最终批准达曼人整体加入中国国籍。由于达曼人已经与藏民在生活方式上高度融合，所以在民族划分上将他们归为藏族。至此，达曼人终于结束了200多年的漂泊时，有了自己的祖国。像达曼人这样数百人集体加入中国国籍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仅此一例。既然成为中国公民，达曼人自然就会享受到相应的公民权益。当地政府在吉隆县新边富民工程中，于2004年投资100多万，开始兴建达曼新村，并于2005年顺利竣工，49户达曼人喜迁新居。这些房屋再也不是达曼人以前那种阴暗低矮、肮脏杂乱的简易房，而是通水通电、配套齐全的现代化房屋。政府还为他们配备了冰箱、彩电等家用电器，更是贴心地配置了具有藏族风格的各类家具。达曼人终于拥有了现代社会的居住条件。2011年，西藏遭遇地震，达曼新村的房屋有破损情况，政府又投入564万元进行整村重建。当时救灾发放的帐篷都被达曼人完好收藏。村民普布说，这些帐篷是政府在地震时送给我们的，只要看到它就会感激党、感恩国家。居住环境的改善只是基础，为了让达曼人能够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当地政府给他们分配了耕地和牲畜，并安排专人进行农业科学培训，指导达曼人从事农业生产。除了传统的农业品种种植，还会教达曼人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实实在在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根据不同达曼家庭的具体情况，政府会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有的人继续从事打铁等手工艺工作，也有的会从事服务业、旅游业等行业。例如，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达曼民间文艺队表演的特色歌舞，就为当地的旅游业增色不少。达曼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截止2018年12月底，整个达曼村已经完全脱贫，家家户户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伴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达曼人的孩子全部走进了校园，接受9年义务教育。2017年，达曼村走出了第一位大学生达瓦多吉，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在他之后，达曼村又出了好几位大学生。由于距离边境线很近，一些达曼村的年轻人希望能够守护边疆。2016年，巴桑主动报名参军，成为一名戍边战士。在他的影响下，达曼村又有一些年轻人参军入伍，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越来越多的达曼人走出了吉隆县，他们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开阔眼界，不断增长见识，增强自身的能力，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价值。这一切对于曾经漂泊200年的达曼人来说，似乎只是一转眼发生的事情，但对于达曼村的老人们来说，他们深深知道，这都源于他们有了自己的祖国。如今，达曼人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一些达曼人可以与远隔千里的人通婚，还有一些外地人与达曼人结婚后就留在了这里。达曼人与周边的藏民更是非常融洽，虽然仍然存在信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但在生活上已经完全没有不同。走进达曼村，你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这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着一面鲜艳的5星红旗。对于达曼人来说，他们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是发自内心的，正是有了祖国的庇护，
他们才能安居乐业，共同分享祖国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近些年，达曼村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达曼村的规模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稳定富足的生活让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你询问蓝眼睛、高鼻梁的达曼人，你是哪个国家的？他们会骄傲地对你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世界上族群变迁的例子有很多，但最终迎来好结果的情况不多。著名的流浪族裔吉普赛人至今也没有完全融入他们栖居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达曼人是幸运的，在保持本族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生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时至今日，中国的包容性更强，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也更为紧密。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并不是单一民族的族群认同，而是由众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这一点在达曼人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和转发哦。本期内容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